工程现在进行到了关键的阶段，27预算，客户那边要求我们尽快给他们答复。JI 那个项目，我希望得到相关子公司的全力支持。这个你不要在这里跟我说，好吧？计划你不都做了吗？一会儿开例会的时候，把你的想法和各个子公司的老总一起交流一下，能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，看你自己的表现。爸，小小啊，你说的事儿我想过了，直接当分公司的老总风险太大。这样，你跟着爸爸的得力干将王总手下干。王总现在担任分公司的老总，经验很丰富，你跟着他从副总做起，能学不少东西。今天的例会啊，你也一起来听听，就当见习，怎么样？哦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这个集团公司是做建筑材料起家的，大型的机械设备、墙体、地面卫浴这些我们都有设计。但是，我们做的大多数都是民用建筑项目，大型的公共建筑项目涉猎很少，并且，空调领域我们是完全没有涉足过的，所以想要拿到 JI 这个项目难度是很大的。这个公司早有考虑。今年的房地产市场不振，如果能拿下 JI 代理，公司就可以把业务扩展到公共设施领域，哪怕再难，我们也要试一试。既然这样，我就需要下面的子公司全力的支持配合我。杨总、刘总，听说你们拿了几个政府的订单，我希望你们在合同里能加入附加条款，空调部分由我们全权负责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很难打开局面的。不是，徐总，这可不行啊！这次的项目标的可不小，我们分公司好不容易中标了，你这样一来，无异于是杀鸡取卵啊！这个案子我们是做了很多铺垫才能得到的，如果现在临时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对方肯定会有意见的。对方对。好，这个王哥，潇潇啊是我发小，我们俩一块光着屁股长大的。曲总这次呢也是第一次挑大梁，你们这次来要审查什么呀？给我们提点提点，我们好准备准备，是不是？是啊，王哥，我们有什么需要准备的，你们给我透露透露呗。咱们吃饭不谈公事啊，只谈交情。来，咱们喝啊！干杯！干杯！来，王总，哥，大哥。先干了，来。觥筹交错间，已是酒过三巡。曲潇潇看着酒桌上大家貌似亲热，你来我往，兜来兜去，避重就轻，觉得意兴阑珊。原来做生意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。面对俨然已经修炼成精的商场老手，曲潇潇发现自己还是太嫩了点儿。一定不找你我找谁？来，你最好就曲潇潇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能力，决心拿下客户，一反平时懒散的态度，亲力亲为，起早摸黑，四处奔忙。住在欢乐颂22楼的姑娘们各有各的小烦恼，也各有各的小期待。今天真的是辛苦你们了，你们早点休息，明天我再来接你们。我们不辛苦，倒是你陪我们辛苦。没有。年轻人这么有干劲不容易啊，可见曲总是真的有诚意啊。周姐，你说是不是？再有诚意，还得落实到项目上。朱姐说的没错，其实我公司的人早就把标书细节给做好了，从技术水准和商务能力2大块做了详尽的说明。明天我拿给你看看。这个不着急，这次的审核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啊。除了你们，还有2家公司在竞争，肯定是慎重又慎重的。你看，这不已经到了周末了，与其草草的过目，还不如下个星期我们约时间好好谈一谈，你说是不是？王哥说的实在是太有道理了。那好吧，你们早点休息。
这2间房间是你2月房间。谢谢，王总，这是您的。谢谢。周姐，谢谢。早点休息，我们明天见。好，明天见。好啊，拜拜，再见。这群孙子，话题绕了一大圈，就是不谈工作事。既然是这样，他跑到上海来干嘛呀？他们都来上海好几天了，每天不是吃就是玩，根本不谈正经事儿。我觉得里面肯定有什么猫腻。我们公司原来没有做过这样的项目，要不我们找个有经验的人问一下。你倒是提醒我了。所以这些天你都住宾馆啊？对啊，随时候场。为了拿下这个项目啊，我都快把我们家赵医生晾成华花菜了。可是他们倒好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绝口不提审查的事儿。不要告诉我，是因为我的年轻美貌，人家才不把我当老总看。Andy 呀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再配副眼镜儿，把自己搞得再老气一点？跟这个没关系，他们是在磨你的耐心。磨耐心？招标审查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，哪有只需要吃吃喝喝那么简单？他们来你这审查都做了些什么？就审查啊。审查之后呢？签约啊。姚斌说了，这次招标总共分2轮，第1轮锁定3家公司，第2轮由审查小组打分，直接选定跟谁合作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折腾这一出是为了卡签约的条件？还不算笨。其实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谈判方式，目的就是为了扰乱你的思路，施加压力，逼你出牌。如果你心情焦虑，急于求成，自然就亮出底牌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他们再跟你谈，稳赚不赔。我去，用心险恶呀！做生意嘛，都是争取利益最大化，也没有什么险恶不险恶的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就应该乖乖听他们的，主动送上门去？这个就要看你自己了。其实先发制人后发制人都可以，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想清楚你到底要什么，你的底线在哪里。像这种招标，其实就是招标方和投标方的一种博弈。不过你的公司能够第1轮的通过了，证明它基础还不错。现在第2轮派专业的小组到你那审查，目的也只有2个。一个是要核实你之前所递上去的资料是否存在虚假，第2呢，也是希望能够削减成本，通过最少的代价获得最优质的服务。不过据我所知，工程类的项目利润应该是相当透明的，你只需要想好你自己的预期利润的底线在哪里，没有必要跟着对方的步调走。我懂了，我只要预设好目标，对方能接受就合作，不能接受就拉倒，没有那么多七七八八的。就是这个道理。其实合作一定要建立在甲乙双方都能够接受合适的这种范围之内，要不然就没有必要合作了。当然，有的乙方呢会为了争取到这个机会，跟着甲方的步调走而忘了自己的初衷。可是，就算你得到了这个机会，如果你没有赚到预期的利润，甚至赔本赚吆喝，这样的合作也是不能长久的。没错，赚不到钱的生意我宁可不做，这个道理我是懂的。哎呀，安迪，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，实在是太感谢你了。可以了。大恩不言谢，我先走了。这帮孙子喜欢折腾，没那么容易。哼，我先晾你2天再说。你要干什么？找赵医生啊。你呀，有喜欢的也赶紧上。春天来了，又到了万物复苏的季节。随着湿润季节的来临，万物开始骚动。春天来了，又到了万物复苏的季节。随着湿润季节的来临，万物开始骚动。项目这么快搞定了？
忙活了1个星期，发现敌人太彪悍了，人家现在急需安慰。想怎么安慰啊？这就把我打发了。那你还想怎样？是在医院呢。张长老，别叫了，别叫了，别叫了！我就喊。唐长老怎么办？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你了呀。瞎喊什么呀？别喊唐长老。有什么不好的呀？我那么多头发呢，哪像长老呢？《西游记》里边的女主角都喜欢唐长老，稀罕人呢。今晚有没有空啊？要不要去酒吧？不去了，我值班呢，出来个3、5分钟还行，出来久了怕可出事。滚！好吧，我明白，我理解，我不会是韩剧里边的女主角缠着你不放的，放心吧，啊。那你明天呢？有没有空啊？明天我轮休，应该有空。那好，我这2天被那帮孙子缠得够呛，晚上呢，我好好回去睡一觉，明天再过来骚扰你，啊。拜。来，大家喝点水吧。啊，谢谢林同学。徐总，怎么样啊？还在里面讨论着呢。还讨论什么呀？一共就那么点东西，要讨论几年啊？几个意思啊？这是？还能几个意思呀？跟以前一样拖呗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有什么好拖的？之前拖是因为谈条件，现在底牌都亮出来，还拖什么拖？有劲吗？你问我呀？我哪知道呀？那这审核小组来了这么些天，你天天跟着住酒店，这怎么行啊？连家都没回。他们要是没有诚意啊，就别跟他们合作了。咱们呐，不缺这一桩生意啊。那怎么行呢？我好不容易轮到第2轮，现在放弃，那我之前做的事不白做了吗？好，你的事爸爸妈妈不插手。你那个审核小组什么时候弄完了？你什么时候回家来住几天？妈给你好好补补啊！啊，不说那个事儿还好，一说那个事儿我就头大。话我已经都挑明了，那伙人还在那磨磨唧唧的不给力，能给的利润我也都给了呀。我都不明白了，那这么拖下去还有什么意义？这是在等你加料呢。香香，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进入2轮的一共有3家公司吗？形势现在已经变得很明朗了，这就是看谁有料，并舍得给料的竞争。但是我做这么大个项目，总不能让我不赚钱吧？你看我的报价，我的毛利润也就200来万，再除去成本，除去公司那些费用，根本就没有再剩下什么嘛。那如果再加料的话，那我整个工程基本上毫无利润可言。没错，就这个数。生意做到现在，谁都知道它的成本是多少。你的公司的历史运作呀，在那些老将眼里那都是透明的。你不如一口气给足他这个数，跟他们混成兄弟啊，让他们为你打开大门。实际利润吧，来日方长。臭啊！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先拿下项目，然后到实际操作环节的时候做手脚？你这可是恶意低价，查出来可是要废标的。为了做长线，割舍眼前的利益也是有的。只要不亏本，就不能判定为恶意低价。至于到了实施运作方面，环节太多出点问题，它也是正常。不然呢？你还有什么办法？你想想。是，留下200万，显得我们还有赚。
而且我们够大方，够朋友啊。而且保证绝对不会在交付的时候做手脚。不是你们俩叽叽咕咕说什么呢？我先走了，我得赶紧跟工程师谈谈去。不是你饭还没吃完。谢谢爸。哎，潇潇，水果还没吃呢。不吃了，拜。哎呦，这孩子。加油加油啊！打起精神来，喝咖啡，喝咖啡。谢谢徐总，你辛苦了啊！喝咖啡，来。谢谢徐总，谢谢徐总。加油加油，很快就结束了。大家辛苦了，再加油，最后一点做完，你们可以休息了。林秘书，你再陪他们周旋一天，我先睡了。等我摸清楚了具体细节以后，再找他们谈判。这帮孙子，我就不信了，这次我搞不定他们。哦，对了，这次如果中标的话呢，我给你们每一个人包一个大红包 ，OK？ OK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这次投标的成本价，这是我的最低报价，我认为这是你最好的选择。哦，怎么讲呢？谁都想赚钱，亏本生意没人做，这也不符合规矩。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们一直在比较权衡，想挑选出最合适的合作伙伴。是，也许有人会给你们成本价，但他们肯定会在实际操作环节捞钱。你想质量不说，赚的肯定比200万多。我拿了这200万，保证不玩任何猫腻，你省心，我也省心。姚斌说你聪明，果然没有说错。但是这个标书一改，这个标书的所有细节通通都得改，你来得及吗？给我订票吧，我们明天要回去了。现在就回去了？怎么？你不是天天盼着我们回去吗？再说了，我们要是不回去，怎么向公司汇报啊？怎么跟你签这份招标合同啊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愿意把这个项目给我了？该审核的我们都已经审核完了，我呢一直也在观察你们的态度，这些天你的诚意我们都看在眼里。这200万呀，更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勇气和决心。从我个人来看，我很愿意把这个项目交给你。感觉怎么样？看他那表情，我觉得没戏。他没笑啊，估计这事儿成不了。曲总，怎么样啊？是曲总，我们新做的标书，客户说什么没有？曲总，曲总，
10万，还有什么？徐总，麻烦您在这里签下字。GI 项目的相关培训进展顺利，他们要求周一开网络会议，讨论下一步的发展问题。还有杭州市的项目，大家都在等着中标后的工作安排。我们的工期只有6个月，超出时间，大家会面临巨额赔偿。我知道了，通知他们开会吧。好的。好。爸妈，你们又捣什么乱呢？怎么是捣乱呢？啊？你妈听说是你中的标，就说要安排家宴，专门为你庆功，庆祝我们的女儿旗开得胜。那是应该的，不过我太忙了，一会儿还得先去趟医院。你跟我妈要吃饭的话，估计得晚点儿。哎，你请那位医生一起来吗？没到时候，忙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呢，我这要布置工作了。等我忙完以后回去找你妈。拜拜。喂，喂，怎么挂了呢？哎，怎么回事？到底来不来呀？不是，你给他发个信息。啊。还说我丑女儿，我看你呀，比我还过于。那是，女儿的任何一小步，在我心里那就是登月的一大步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哎，来了。你看，等我吃饭的时候，不要吃得太饱，我会给你们带一捆绿皮甘蔗。绿皮甘蔗，这不是你最爱吃的吗？你怎么没想到我呀？我就知道，还是女儿最心疼爸爸。呀，这眼圈怎么还红了？这屋子有点闷，我出去抽个烟。